大家好，今日係2025年嘅9月8日，今日講兩單新聞，呢兩單好有趣嘅，涉及休班警。咁啊，第一單咧就係一個休班警，其實佢唔係真係休班警嚟嘅，佢係一個輔警，咁啊正職係揸的士嘅。咁然後咧，佢竟然咧喺揸的士期間喺9月1號啊，一個57歲嘅輔警，佢話休班輔警啊嘛。咁但係呢個邏輯係唔啱嘅，因為輔警係佢正職休班期間佢先去做輔警。咁啊，簡單嚟講，一個沒有當值嘅輔警啦，喺進行緊佢嘅正職工作，佢係的士司機。咁咧，佢就係接載一個55歲嘅女乘客，同個女乘客咧一齊經過呢個堅拿道東嘅時候咧，個女乘客就發現咧佢露出下體喎，咁然後就報警啦，就話佢係疑似咧就 J。咁呢個即係我覺得個難度好高啦，單手揸車單手 J， 而且 J 一個55歲嘅女乘客呢樣嘢咧，我覺得係匪夷所思嘅。除非係變態嘅啫，否則解釋唔到。因為咧好耐之前有一單咧，又係的士司機，又係俾女乘客告 J。嗱，其實而家咧的士司機應該喺車裏邊裝車 cam 啦，呢個保障自己又保障乘客啦，係咪？咁咧你喺嗰個的士咧最後放咗嘅，放咗個原因係咩咧？佢就自辯話佢其實唔係 J， 佢係拗痕，佢拎出嚟拗啫，因為佢有嚴重濕疹，濕疹咧係難以抵擋嗰種痛苦啊。咁啊個法官咧亦都接納嘅同情啊，當日就放咗佢嘅。咁啊，我覺得呢件事就係撲朔迷離，一係咧就係攞個 CCTV 出嚟證明或者清白，一係咧個女乘客咧應該有責任舉證喎。個女乘客係咪舉證為影到相咧？其實譬如話嗰個鄭希林同學啦，佢話之前咧因為做吹哨人而俾人哋上門騷擾，咁而家屋企好多都喺門鈴咧裝咗電子門鈴噶啦，都應該有噶啦，冇都拎個手機出嚟即刻錄低邊啲人騷擾你。錄音，起碼錄到音啦，可能隔住對門。咁如果有嘅話咧，去報警咧，嗰個成功破案率係高嘅。如果唔係嘅話咧，就口講無憑。而家呢個時代社會咧就好難，即係口講無憑去定咗罪。咁但係 anyway 咧，我借呢單新聞去解釋點解呢個社會對休班警嗰個關注度咁高咧？嗱，休班警喎我哋好少聽人講話一個休班圖書館管理員咧，放工之後做啲乜嘢犯法，然後就放大咗佢嘅，好少嘅。但係對官員官員又冇話休唔休班㗎，呢個政務司司長保安局局長冇話休唔休班㗎。咁佢放工咧，陳茂波佢公餘期間呢個嘅揸車切線過雙白線，咁啊當日咪俾人放到好大咯咁啊，所以咧一個休班警或者官員，甚至乎教師啦，一個女教師喺呢個嘅假日期間喺街度做一啲傷風敗俗嘅事，咁又會社會會放大佢，因為有一啲職業咧。社會人士嘅期望係會更高嘅，官員啦有份制定法律嘅，警員啦有份執法嘅，法官啦有份去判決嘅，教師係講道德嘅，係教人哋咧係要點係樹德立人嘅。咁呢啲職業咧對個社會期望較高。喂，食環署嘅人員你休班，我哋一般嚟講對佢個道德情操要求冇咁高嘅。消防員除非佢犯嘅法係同防火有關係啫。如果一個消防員休班期間喺八仙嶺度食煙，咁呢個就可能好嚴重啦。咁但係唔係，如果一個消防員佢放工期間佢做其他犯法嘅嘢，佢係即係呢個嘅賣翻版 DVD， 咁社會就冇對佢咁苛責嘅。所以呢個就解釋咗呢個叫做合理公眾期望。點解對警察咁高？譬如話我上個星期講嗰單新聞，一個休班嘅男督察就揸車撞傷咗一個途人，導致個女途人要截肢，導致阿馮嘉敏要截肢。咁啊社會就嘩然喎，而法官最後判咗係輕判，係社會服務令。呢個點解社會不能接受啊？因為一個休班嘅警務人員，一個男督察應該係知法犯法，應該係罪加一等喎。佢嘅判刑咧唔應該因為佢嘅職業因為助理警務處長求情話佢係一個好警察而放輕佢。正因為如果佢平時翻工一個好警察，佢放工知法犯法，衝紅燈撞傷個女途人導致嘅截肢咧，應該係要加刑嘅因素，而唔係減刑因素嚟嘅。咁所以點解咧？我就解釋咁同埋順便一講啦。上次我提到咧，呢個警察咧，佢而家仲係男督察啊嘛，佢個女途人應該係民事索償佢。咁睇下佢背後咧嗰個警察儲蓄嗰個福利會唔會代佢賠償啦？因為嗰個叫遮仔會，以前咧港英時期就話叫遮仔會啊嘛，一把遮保護傘嚟噶嘛。咁但係而家應該要跟翻大陸嘅簡化方法，譬如話人工流產就應該譯做人流，公共交通車輛就應該譯做公交車，簡化咗做公交車。咁呢個就係咁樣噶嘛。大陸嗰個講法從來都係咁樣嘅。
咁所以警察儲蓄福利會我就話應該譯做警促會，充分利用咧擁有過百億資產嘅警促嘅力量咧，去賠償翻俾個當事人，咁先至得噶嘛。呢個唔同仇警冇關係，因為我哋對警察嗰個社會期望係更高，所以佢哋嘅責任能力越大，責任應該越大，而道德批判咧亦都應該越多。咁而家影片係由 NordVPN 嘅贊助啊，大家咧而家上社交媒體，無論係 Facebook、IG 啊、Twitter 或者其他啦，見到人哋啊用啲好靚嘅 AI 插圖軟件，或者製造短片生成嘅軟件，係咪心喐喐想 download 咧？點知一撳個 app download 嘅時候咧，就發覺咧，喂，原來你所在嘅地區咧根本係用唔到嘅，因為咧有啲地區咧係限制咗使用呢啲 AI 嘅功能噶嘛。咁所以咧最有效嘅方法係點啊？我嘅推薦咧就係 download NordVPN 啊，保障啊你網上購物啊或者網上咧進行活動嘅資料，仲有一個重要功能就可以翻牆去到設定一啲咧可以 download AI 軟件嘅國家或者地區。咁然後咧就可以下載到佢哋嘅 AI 軟件啊嘛，先至唔會同呢個世界脫節。咁所以咧我自己咧用咗好多年噶啦 NordVPN， 而家經我嘅專屬連結去訂購 NordVPN 咧，或者係結賬嘅時候埋單嘅時候啊，輸入我優惠碼就係 Gavin Chill Talk， 揀2年嘅方案咧，即可送多4個月嘅試用期啊！再加埋30日咧無風險嘅退款保障，如果唔啱用咧可以全數退翻噶，唔怕中伏啊！嗱，推廣連結喺下邊，有興趣嘅 click 入去睇睇，多謝晒。而家另外一單咧就仲搞笑啊，一個咧馬鞍山警署嘅警察，咁咧就係休班警啊，其實佢唔係休班警，佢偽造假期啊，因為點解偽造假期咧？佢話佢阿媽就喺呢個嘅廣西遇到嚴重嘅交通意外，突發請一個假。嗱，呢個係一個疑點嚟。而事後我哋知道咧，佢阿媽咧去過上水警署度報警，即係佢阿媽佢活動範圍就係喺北區，喺香港。咁可能喺大灣區住都唔出奇，翻香港度報警啊。反正咧佢阿媽就報咗警啦，因為失聯啊嘛，同個仔知道佢個仔翻咗大陸，然後失聯就喺上水警署報警。咁即係話咧，佢製造一個虛假嘅理由去請假。但係咧呢個虛假理由點解要請假咧？警察係有例假噶嘛，就算冇你可以請病假都得噶，係咪？好容易個公務員去呃張病假紙睇醫生，話自己有咩問題，心理疾病咩成或者自己有身體話最容易話隻腳痛，咁你又要照 X 光又成，咁你咪請幾日假咯。但係唔係嘅，佢突發請咗一個假，話佢阿媽，咁即係咧佢去廣西嘅理由其實係一件突發性嘅事件嚟，而佢後來咧而家同警務處嘅解釋就話咧，有朋友叫佢去廣西做生意，所以佢去咗廣西，最終被帶咗去柬埔寨嘅詐騙員。呢個我覺得嘅機會極細，係假嘅大話嘅機會極高。因為咧，你有朋友做生意好少突發做生意噶，我從來冇聽人講過突發做生意喎突然間 Bill Gates 打俾我，喂，趙博有單嘢益你，聽日馬上去 San Francisco。咁我會諗呢個 Bill Gates 係咪真嘅咧？係咪啊 ？Bill Gates 點會突然間有一單生意傾嘅咧？係咪啊？咁做生意之前梗係有摸底噶嘛，傾下一單生意係咩嚟？有個計劃嘅，除非嗰單生意係一個違法嘅生意而呢個違法嘅生意咧係可一不可再，譬如話一齊上去做大茶飯、打劫金鋪，咁呢個就係一個好可能性。否則咧，我就唔信呢個嘅休班警咧，突然間有人叫佢做廣西做生意，然後帶佢翻去柬埔寨。咁呢個第一點，而咧佢去到柬埔寨咧，去到呢個嘅詐騙員咧，人哋係放佢走因為揾到佢身上有委任證，即係對方詐騙員咧，嗱詐騙員嗰批人同埋廣西綁佢嗰批人應該係兩批人嚟噶，通常呢啲賣豬仔啊嘛，呢啲賣豬仔就賣咗過去，咁對方接咧柬埔寨嗰啲人竟然發現佢身上有委任證，廣西嗰批人一定係知道佢係警察嘅身份嚟，因為你綁佢期間捉佢嘅期間，你梗係會查過佢身上有咩噶。一定係知嘅，咁但係佢哋就唔會話俾柬埔寨嗰啲人知，話咗咪冇錢收咯，一手交錢一手交豬仔啊嘛，梗係。咁柬埔寨嗰啲人咧就發現佢身上有委任證，有委任證咧就有兩個擔憂啦。第一個擔憂咧就係擔憂會唔會臥底啊？即係柬埔寨嗰啲詐騙員啲人都驚有呢個風險喎，無間道係咪啊？驚唔驚佢用摩斯密碼喺個耳仔嘅骨頭裏邊裝咗呢個通訊器，叭叭叭叭叭，即係佢哋睇得電影多，可能有呢個想象喎。第二咧，實際嘅就係，喂，捉一個警察，梗係比捉一個小販個警察個風險高啦。因為咧，事實上都係啦，香港警方就派咗4個警員去跟進，去飛到柬埔寨，動用咗公帑喎。
一個警員起碼使1-2萬蚊啦，動用咗4個使10萬8萬，警方係去揾佢嘅。咁所以咧，佢一擔心會唔會最終驚動咗呢個嘅中國公安局啊？呢個香港警察梗係同中國公安局會有聯繫噶嘛，最終可能係會因為咁而搞到國際層面嘅問題嘅。咁所以咧，柬埔寨嘅詐騙員係放咗佢自己走咗嘅，去咗柬埔寨嘅派出所打電話翻去馬鞍山警署，報咗佢嘅姓名，報埋佢嘅警員編號，證實咧佢嘅身份，然後咧就等呢個嘅香港警方派人去接佢翻嚟。咁佢身上梗係冇晒錢噶，梗係俾人老笠咗電話噶。咁但係咧佢係蠢到咧，竟然係去到柬埔寨嘅派出所打電話喎。你唔驚俾人滅口喎？唔驚俾人哋係捉翻去喎？因為點解咧？電影都有講過啦，係咪啊？一擲呢個咩？嗰個叫做一擲千金係嘛？定係咩？嗰套電影就係講呢個嘅派出所同埋詐騙員係勾結噶嘛嚇。咁所以咧咁啱可能佢揾嘅派出所冇勾結啦，又或者可能派出所同埋詐騙員已經打咗龍通，喂呢個人唔好捉佢翻嚟啦，唔好煩啦。咁但係咧去到呢個環境，梗係想辦法喺民間度揾人借部電話。笠部電話翻嚟咩都好啦，打個電話咁揾中國領事館啊嘛，梗係咁喺呢個時候咧，你揾派出所打電話翻嚟咧，其實個危險度咧係唔低嘅。咁所以從呢件事咧，見到呢個警員休班警個智力咧，其實就唔係好特別高嘅。第一就信咗人哋上廣西，俾人笠咗；第二就走出派出所打電話，呢兩樣嘢都係咧，即係唔係一個明智。咁但係問題，喂警察喎。即係警察俾人哋話係呢個日日咧宣傳啊，而家警察宣傳得最多，香港或者華人社會，我解釋咗啦，嗰個犯罪率係低啊，但係佢詐騙率係全球最高嘅。喺歐美咧個詐騙率低啊，當然同歐美可能啲人冇乜儲蓄有關啦。第一，第二咧就係歐美嗰啲人咧就一般唔信官嘅，通常嗰啲詐騙咧就話我係海關，唔知咩順豐快遞又如何中國公安局。咁咧，香港人咧或者華人咧特別容易信奉權威，所以呢啲詐騙員咧都係第一針對華人啦，針對香港人、台灣人、新加坡華裔、馬來西亞華裔、泰國華裔，主力當然係中國大陸嘅市場，就係呢啲係信官方噶嘛。咁所以咧，佢呢個人日日宣傳呢啲嘢喎，起碼佢工作嘅環境日日都宣傳唔好信呢啲詐騙嘅電話，但係竟然佢自己會去廣西喎，咁即係我不得不懷疑咧。叫佢去廣西嘅人咧，其實就係一個熟悉嘅人嚟嘅，好可能係上級都唔出奇，或者前上級都唔出奇，因為警察嘅訓練咧，從來係習慣性服從上級咁所以咧，一定係佢信任嘅人，或者係曾經上級，或者係朋友，好信任嘅朋友，佢先會上去。如果唔係咧，一般電話詐騙咧，喂，一個警務人員成日宣傳，成日有人嚟報案聽呢啲故仔，好少會自己上去喎，而且呢件事係突發嘅。會唔會係情人嚟噶？一係情人，一係就老友，一係就上級，否則嘅自己隻身上去用一件突發嘅事情上去咧，個機會率好低。如果係詐騙，可能2個星期前有人詐騙咗佢噶啦，咁咧佢就請事假咪得咯，請例假咪得咯，請一個突發嘅假期上去咧，一定係 emergency 嘅事情嚟嘅。咁所以我覺得係熟人做嘅機會大啲。喂。即係我之前喺 YouTube 我都公開講過啦，我係遇過呢個嘅詐騙喎，緬甸詐騙喎。因為點解咧？有一個咧同我合作過嘅廣告商啊，以前好多年前啦，佢突然間有一日就介紹咧，話有一個佢個朋友就係我 fans 嚟嘅，想見下我。咁我即係見到廣告商我就即係見下啦。嗰陣時就幫佢喺明報做過個講座，喺明報做個講座就講下馬來西亞。即係嗰啲歷史文化，咁佢就借我呢個馬來西亞，我講國學年有記得係，咁講嗰個馬來西亞歷史文化，然後後邊嘅環節佢又講嗰啲喺馬來西亞買樓啊、移民嗰啲咁嘅嘢。咁佢後來就揾我即係介紹咗個，佢話佢喺泰國啊、緬甸嗰邊咧都有一個地產商嚟嘅，咁想見下我，咁見下啦。見下嘅時期咧，佢就帶咗幾個保鏢嚟啊，好似好有型，着晒西裝，佢自己係着到成個東南亞華僑咁樣嘅，即係將軍澳啊，飲茶約咗我。咁飲咗餐茶啦，一嚟到嘅時候已經佢個樣成個韓國瑜咁樣噶啦，好有型嘅。然後突然間同我講咗個故事，佢就話咧佢喺嗰邊就做生意嘅，就好多個地產項目。咁咧亦都搞咗間國際學校喎。佢講埋間國際學校名，後來我翻屋企 search 真係有呢間國際學校嘅。佢話間國際學校咧佢有份嘅，咁佢咧就想揾我做校長去視察下，因為佢啲仔女喺裏邊，咁佢出一個不能夠抗拒嘅價錢。
仲話送2層樓俾我添，因為佢附近開發噶嘛。佢話叫我過去睇下，咁話我即係嗰刻聽嘅係話好啊好啊，到時翻去研究下啦。咁翻去梗係即刻拉黑咗佢啦。佢用微信嘅，我即刻微信拉黑咗佢啦。因為佢食飯嘅時期又講，我問佢好 detail 嘅，我問佢你同咩人做生意㗎？喺咩做地產啊？佢話同啲將軍一齊喺度搞。我問佢搞咩生意？佢搞農業，啲黐線嘅，喺緬北喺泰北啊，緬甸邊境度做農業生意，仲係做將軍一齊做，咁咪即係金三角毒梟咯。佢唔好當我低能先噶嘛。佢講啲九唔搭八嘅嘢，咁我對東南亞歷史都有啲認識噶嘛。問多佢幾句，發覺唔對路嘅，咁最終我都拉黑咗佢啦。佢又講到咁好，呢個世界冇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嘅，即係等於有啲香港嗰啲官員前官員啦，飛嚟英國同我講話，叫我翻香港，話如何俾啲咩位置我做，我梗係唔會信噶嘛。你唔好當我低能先得噶嘛，係咪？咁啊，所以呢個世界就係等價交換，所有嘢都係咁啊。結果就係唔會咁，但係呢個好明顯佢係搭咗個好大個棚嘅。呢件事都好幾年前啦，應該係21年嘅時候啦，疫情嘅時候啦，我仲喺香港嘅嗰陣時係咁啊，好大個棚。咁所以同樣道理，呢個休班警能夠上廣西，背後一定有一隻鬼，冇鬼死唔得人嘅。咁我相信咧，一定係有棚喺度，而佢翻到嚟咧，佢都馬上辭職啦。咁啊，第一太瘀啦，以後喺警隊點立足咧？第二咧就係即係背後啊嗰啲人物咧，佢應該都要交代出嚟。嗱，anyway 咧，今日就呢個分析去到呢度啦。即係。係咪金田一上身啊？試圖同大家解開呢個關鍵嘅疑點所在，解唔開嘅真相嘅，我就話啦，揾真相好困難嘅。歷史學咧就揾唔到真相嘅，但係揾到個疑點喺邊度咧，讓大家思考，呢個先係我哋嘅目的。希望大家再收費平台 Patreon，OK，like、subscribe、share，拜拜。